开。然后我们先来做小指的，小指开哈，开到这边卷起来以后翻，又是小指，卷起来翻，又是小指，指头要动啊，指头要动啊。你们肩膀开的哈，这个转动要到肩膀由肩膀到肩胛骨去，啊，这个转动你看，走翻走肩胛骨下来，手指要伸开，侧面转动，转到这边来，转到这边扣着，转到这边来，肩往后翻，打开，再来小指。整个开，走，手指走，卷起来，翻，开，在这里就开，对，走。对，在这里开，走，手伸开，对，手指走，手指会动，比较熟练的就可以做什么？就可以做长短先后。手指先，你要手指先会动，手指的活动哈，你们看哈，手指的活动啊，你本来是这样动嘛，你本来它在一个定点上面它是这样动，在一个定点上它是这样动，可是它本身是不是一个旋转力？本身是一个旋转力嘛，
所以你让这个旋转力走的话，它就是这样子。我让这个旋转力走，它就走出一个比较大的螺旋了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让它走，你看它就走出一个这个来。我让它走，它就走出一个这个来嘛，这样不懂？所以你先要有这个，你先要有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就走出来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走出来这个东西，这样不懂？前半圈，后半圈。啊，所以你先要有这个，这是轮子，这是轮子先要动，所以不要用后面动，不要用这个动，不要用这个动，是这个动。啊。手指先要动，你们去试试看，怎么来带你的？你看，来带你的身体，看不懂？然后两只手都要分出先后来，分出主从来。啊，你这样子也可以，它是同边的，但你尽量分出主从来，谁为主，谁为辅，啊，再捏，是它太大吗？从肩不会，真够弱的。对啊，就没有，真够弱的，再圈啊，这样子，看看。捏，这是你的最大力吗？对。捏这个，你这样子看看，你这样子，形成这样子，形成一个 C 哦。哎，捏，这比较好。哦。有体会吗？哦，有。虽然还是很弱，但是有慢慢出来。有点那种紧绷膨胀的那种。对，这边会这样子开。是跟这两个骨节是对称的那种感觉。对，相似。对，这样子啊，这个，对，再拿一个。这个东西我没有常玩了，这个球基本上啊就是玩手指头，就一个拨一个，一个拨一个。是以前人家玩那个铁球，玩铁球一样嘛，玩那个转的，就是让它保持到接触。不要碰，不要离开碰一起，碰一起。不要碰撞，可以摩擦，再贴一起，很柔和的。你就一个手指一个手指，一个手指一个手指走，这样子的。这样子是在锻炼什么？锻炼手指头，手指头的灵活度。你看，你这样子，你是不是要这样开？这是不是要这样开？对，然后换它是不是这样？它是不是这样开？对，就是练这个，然后再反过来。我这个没有常练的，球我有，也没有常练，啊。那这个东西啊，你一个的时候啊，还可以练手掌心。你练手掌心的这个，手掌心松掉，啊。就用手掌心来，用你的手掌的肌肉啊，来运动它，所以这样你的手掌的肌肉就会动，而不是整片的了，就把它维持在中央，你再转它，维持在中央，这都是可以玩的啦。这种东西就我讲的那种属于小工类的，人家就放口
口袋里面，没有事就捏捏啊，转啊，练手。所以大小跟重量都不影响的，哎，当然越练就越大跟越重，这样子。对，对啊，很大就很难转嘛，你的手指要撑得很开，没事，你这个可以丢就练丢，这个的大小刚刚好，不要在家里丢啊，外面找棵树，找个什么没有人的地方啊，就这样子拿着，这样拿，这样丢，不是，不行那样，就是拔，类似甩出去的那种，类似甩，类似这样子，就是以前丢飞黄石、丢飞刀、丢这些东西，都是用这样的手法，有哈手，这种叫哈手，土话哈就是面朝下的，有仰手，往上的，所以一个这种手法，一个这种手法，这种手法，这是往上的。这种手法比较容易伤肘，以前我练就是伤到肘，要相当久才好，因为这种你要逆，力量要逆的，这种力量是顺的，这种力量是顺的，这种力量你看，这种力量是逆的，是这个力量，那你这个先要练直啊，这个先要练对。这个力量，我讲过嘛，你们在家里面啊，挂一个这个衬衫，用杆子挂起来，拿一个随便一个小球啊，或者不要硬的，把家具会打坏，电视会打坏的或者筷子，以前是用筷子或者那个圆珠笔。也可以，或者那个小孩子以前女生爱玩的那种沙袋，现在还是有卖的，那种沙袋嘛，丢一个捡一个，那个最好的是沙袋，就站2步外，往那个丢，往那个布上面丢。那个的好处是你打到了它就往下掉，它不会乱跑然后这个是练准力量的控制跟准，把这个先练好了，你的手练稳了，方向性练出来了以后，再打这些东西这是以前打飞黄石打暗器基本手法。但是这种东西这种功夫很容易掉，就是说你练成了，可是你一段时间没练了，它的准头它的什么就没有那么好了，知道吗？所以有些练这个他是专练的，我师父的大师兄他就是专练这个，他是什么东西拿手上他全都能打。锅碗瓢盆，什么东西拿手上，他一掂那个分量，就打出去了。他们练到那样子，就很容易就抓到那个东西的重心或什么，你知道？拿任何东西，全都可以打。所以以前的人很不是我们想象的，因为他们有那个时间跟有那个兴趣有那个心去钻研所以我才说他们打枪都是用打暗器的方式打嘛，把子弹当成飞黄石，这样子我师父的二师兄他是练外功的，而他练的外功呢，他不是练的满手茧，我师父说他练的那个手比女人的手还要细，比女人手还细，
可是常常我师父比他小很多岁嘛，常常他们喜欢玩。我那个他那个二师兄啊，练的头脑有一点那个，就本来就有点呆的那样子。他喜欢玩走城，就画一个井字，放石头的。常常在一起，他说啊，要玩走城去捡块石头来。我师父就去捡一块石头来，他那石头拿手上，抠，敲成一小块，一小块，拿那个来走城，手上也没痕也没伤。他们练内功的那种金钟罩这种的硬功，是从内往外练的，不是练拍打啊什么这啊。但是他后来耳朵有一点重听是什么？他宫保田变成二师傅了以后，他们本来是跟那个大师傅是跟那个宫保山练的。后来宫保山过世了，宫保田轻功回来，接着教。那宫保山人很壮，练的是很稳的这样的功。宫保田轻巧，练的是轻快类的。那他这个宫二秃子啊，他光头嘛，宫二秃子练的是宫保山那样的功。后来他也想练轻功，那宫保田叫他不要练。他自己偷偷的练，自己挖一个坑，每天在那边跳出重听来，那个力量上来啊，没有人教嘛，那个力量上来把耳膜冲坏，被宫保田骂啊，所以很多东西不可以凭着自己的想象去练。看到别人跳坑你也跳，看到别人做什么你也做，不行的，里面是有窍门的啊。所以他们以前人练东西啊，我们现在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啊。那他们如果活在今天，也不见得能练。因为现在的他生活里面可以玩的东西，引诱太多了，以前通通没有啊！下了农事，吃过晚饭5、6点，晚饭天快要黑了，年轻人老人都在那个祠堂前面，祠堂的广场那边，练拳的练拳，拉胡琴的拉胡琴，下棋的下棋。大家在那边活动，那小孩在那边看着练拳，看每天去看啊，学着一点，很多就这样子慢慢学上去，啊，所以学东西啊，那个环境，那个耳濡目染的环境啊，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没有那个耳濡目染的环境。所以学任何东西都变成什么？变成一个专门去学，变成专门去学。一个礼拜一天啊2小时的课，2天啊1个礼拜4小时的课，你只有在那个里面会有一点点那样的环境，离开以后就没有了啊。你看很多大音乐家，他的父母全都是搞音乐的。从生下来怀胎的时候就在那个环境里啊，所以很多没有办法跟以前的人比啊。除了体质的关系以外，环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好，来我们来练三首。